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正式退群示威背后的意图啊。那么先讲新闻啊，新闻有两个新闻，一个新闻呢就是川普总统正式通知国会，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啊。那么国会收到通知，在全球疫情期间，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决定，美国从世界卫生组织撤出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表示那么一位这个政府官员告诉 CBS News， 政府已经向这个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退出通知，将于2021年7月6号正式生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提前1年时间那么今年5月底川普就已经说过，我们终止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他说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占绝对的优势地位，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提供 4.5 亿美元的会费，而中国仅支付了4000万美元。我们要求世卫组织进行实质性改革，但是他们拒绝行动。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改革，我们今天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那么我们将把提供给世卫组织这笔资金转给用来支持国际公共健康紧急需求。他是这么说川普说中国官员没有履行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责任并且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然后误导了全世界川普就一直在指责中国和世卫他们其实两个有上下游的关系那么但是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就说，他说如果他成功的当上了总统，他第一天就会宣布美国重返世卫组织这是新闻一我们等一下来分析新闻一新闻二又一次签证限制美国总统蓬佩奥按照西藏法案宣布互助进入西藏法，这全称应该是这么说，宣布制裁那些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的美国签证。蓬佩奥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系统的阻止美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记者和游客前往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中国官员则享有更大的进入美国的通道。所以呢，他今天宣布根据2018年互助进入西藏法，对实质上参与制定或者执行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地区的政策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那么但是呢，他没有公布这个签证限制的中国官员的名单。6月26号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参与这个削弱香港自治的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的这个签证限制，也没有公布这个名单。去年的10月8号美国政府也是宣布限制中国政府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旅行签证限制，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这个压制维吾尔穆斯林的这个政府官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连续3次限制中国官员的这个签证的这个美国签证那么老实讲呢，这个真的没屁用我真的不想说这个一点鸟用都没有我这个措施有什么？你说有什么用那么真正有用的是什么？香港自治法案是7月2号已经送到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了那么到今天2、3、
3、4、5、6、7，已经5天了，第5天了，川普总统还没有签字啊？为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最近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在前一个节目里面讲过啊，这个川普总统的最近没有什么动静啊，突然一下子没什么动静了啊，没什么动静呢。我们大体上把川普总统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梳理一下。第一个，我们先看看川普总统手上有几张还没有打出去的牌啊，已经抓到手里，但是还没打出去的牌有3张啊。第一张，香港自治法，香港自治法真的是很辣的啊，香港自治法很厉害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取消香港因为不再享有自治啊，高度自治而获得的特殊待遇，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过的，我讲的全是拿在手里啊，说出来的，但是没有做的啊。第三个就是控制香港的资金流出，这是那个谁，这是努姆钦啊宣布的就是正在制定一个方案，限制资金进出香港啊。那么其实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香港地位的待遇的这个呢，是商务部的，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财政部啊，这两个部门啊，两个部门。那么总结一下，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大体上看一下，从去年中美贸易战到现在，川普总统到底对中国采取过哪些实质性的惩罚啊？就是说他真的对中国采取行动有哪些？第一个，毫无疑问，大家知道关税啊，关税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说的没鸟用的签证限制，对中国官员的这个签证限制。第二个，第三个啊，真正有，其实这个也是没鸟用啊。这个没鸟用是什么呢？限制军品和技术出口到香港，这其实早就已经限制了啊。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关税，而且真正的调动了中国，而且真正的对中国产生了这个影响啊。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啊，5月29号，川普总统在玫瑰园的讲话，他这个讲话里面提出了四个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啊。第一个，撤销香港基于香港政策法所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裁直接或者间接掏空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保护美国的学术机构，限制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留学生的签证。第四个，金融市场，保护美国投资者，调查中概股啊。那么现在是第二、第三做了啊。第二呢，制裁呢，他只是找了一个最轻微的方法来制裁啊，没有这个跟这个香港自治法那这个没法比啊。那他找了一个签证限制啊，就不去美国不就行了吗？啊，这个第二个是做了，第三个呢也做了一部分，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一部分留学生和中国军方有关系的几所大学的研究生签证不再接受，然后现在在美国的也得回去，大概会影响3000人3000人，这是做了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这样的动作。那么1跟4影响很大，没干，都没有做没有做。其实从目前来看，川普总统讲的多，做的少，但他也不是不做他都做了，只不过呢，有些呢还没开始做，有些呢选了最轻微的部分做那么有自媒体就讲那个在白宫里面呢，有2个人是激烈反对制裁中国的，一个是谁？一个是库什纳，他的女婿
川普总统的女婿，一个是努姆钦啊。库什纳我就不大了解，努姆钦我可以理解，因为这跟华尔街关系密切嘛，他后面就是华尔街嘛，华尔街的人肯定是每天在他身上发功发功要他顶住川普总统的这个制裁的行动那么另外一个就库什纳我不了解那么但是有自媒体讲他。特别是讲上一次梅国员的讲话，说当时梅国员的讲话本来是要有21项制裁措施，但是结果就变成了4项那么为什么？因为库什纳以这个辞职相威胁那么我们讲讲我们翻过来再讲世卫刚才我们没分析为什么要退群。其实退群这件事情对于川普来说是有代价的国内反对声音很多那么他会扣分，会有人会因此而扣分，扣川普的分，那么对他的选情是有影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际上是有影响。国际上，你比如欧盟是很反对的，其实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退群，因为为什么？因为世卫组织是个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影响非常大的美国一退群，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这件事情做的，除非你已经拉起来另外一个杆子，那另外一件事但是你又没拉另外一个杆子，你就直接退群，这个事情，讲的不好听叫鲁莽。那么其实川普做这件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有成本的是有成本的，但是他坚决要做。为什么？以川普的性格，赔本买卖是不可能做的。那么他的每个动作背后都有清晰的这种计算。那么这个计算到底是什么？我的分析是这样。我自己感觉呢，当然这个川普一直在批评这个世卫说他这个被中共操控，然后就没有向世界发出警告，他没有履行他的职能他核心的问题是我给这么多钱，您不听我的，您家不听我的，你听中共的那么这个我就不干了这个说法其实不成立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成立？谁让你不去控制他的？谁让你把控制权交给了中共的？你每年捐4.5个亿，你都控制不了，别人中共只给了4000万美元就控制得了，你只能显示你的笨蛋没有别的，是显示你的无能没有别的说法，这个不成立但是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含义什么含义？他之所以把很多的责任推到世卫上面去，然后他再退群，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什么意涵？就是什么？就是让疫情这件事的锅让世卫背着走。因为老实讲，世卫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有责任吗？它当然有责任，它是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世卫世卫它只是被控制，你都说它是个傀儡，那它就是傀儡，那它就没有傀儡怎么会有责任？责任是傀儡背后的那个人，那是中共。其实追责是追谁？全世界都在追中共的责。川普把这个棒子打到谁身上去了？打到世卫身上去了。说世卫要承担责任，然后他就退群了，这就是让这个锅让世卫去背走。他为什么让世卫背走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跟中共开战，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你想一下，如果川普他觉得这件事情主要的责任在中共身上，那他肯定得找中共算账，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他把这个棒子打到世卫身上去，那意思就是告诉大家，那责任在他身上，
那我这边呢就没那么大的罪的了，那我就不一定采取多大的措施的了。其实川普采取这个行动背后的意图就是这个意图，就是他不准备在这件事情上再去找中共的麻烦。他反正这件事情已经找了世卫的麻烦了，这个账我就了了。所以就算川普要付出很多的政治代价，他也把这事给办了。而且他不仅办了，而且是你看他自己也不出来讲啊，就是这稀里糊涂搞一下啊，就是稀里糊涂搞一下。所以他做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个核心的意图是什么？核心的意图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再来打扰他的中美贸易协议。所以讲到底还是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情。所以从世卫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就像橡皮筋一样，刚才拉开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松手啪又回去了，回到哪儿？中美贸易协议了。他还在抱着中美贸易协议。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抱着中美贸易协议呢？你可以看另外一个方面，从中国那边去看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你看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完全没有任何顾忌，那这是准备，你看撸胳膊挽袖子要大干一场，就是他不仅你看43条的实施细则是什么？把一国两我们叫港版国安法，是把一国两制咔嚓戳一个洞，然后实施细则就在这个洞伸进去扩大，然后呢它可以43条有实施细则，它可以每一条都可以有个实施细则，把洞越扯越大，一国两制就没有了。中国是要在香港大干一场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顾忌。为什么？他心里有底呀。他心里没底，他能这么干吗？他心里有底是什么？他肯定是很清楚，川普在香港问题上不会有任何行动，或者不会有任何有实质性的行动，他只会出一个限制某些官员的这个签证，反正这官员的名单也不公布，你不公布名单有鸟用？你说是不是？你限制官员的签证，你是大家都知道，我不去美国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它只是一个政治影响。如果是政治影响，你又不去公布名单的话，这个政治影响咔嚓中间再咔嚓，效果1/4都没有。所以你搞一个这样的动作干什么鬼？所以他的这些行动全部都是敷衍了事，在敷衍谁呢？不是敷衍香港人啊，川普眼里没有香港人，川普要敷衍谁？香港的美国的选民。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川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判，就是对美国民意的误判。其实在香港的议题已经改变性质了啊，已经不是帮助香港人的问题了。香港议题已经变成什么？中美对抗的一个核心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香港问题上去支援香港，不是帮香港人，是帮我们自己，因为你要抵抗中共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这个道理。现在香港议题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属性，川普总统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中国开战这件事情，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民意，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国会也好，民间也好，媒体也好，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在搞什么鬼？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行动？川普总统还抱着他的中美贸易协议。所以你从香港的议题也好，从世卫退群也好，你都可以指向什么？指向一点，川普总统不打算跟中国翻脸，
之前他的幕僚长出来讲啊，川普总统正准备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啊，他准备要搞一系列的行动。你想一下，如果他真要干的话，他用得着让他的幕僚长出来说这些话吗？他直接干就是了，对吗？派幕僚长出来讲这个话，就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他不准备干。如果他真要干的话，他派他干啥？直接就今天一道政策出来，明天一道政策出来，连续12天12道禁令下去，所有的事情全办完了，他不干，他就是不想干。目的是什么？还是中美贸易协议。所以我们从现在来看，回过头看，蓬佩奥跟杨洁篪肯定有默契，这个默契就是桌子底下的交易。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有一个话呢，我就一直就没有讲，就是川普总统在香港议题上到底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杀伤力？我有网友问过我好几回啊，我一直不愿意讲，老实讲我不愿意讲啊，就是说白宫里面那么多厉害的人啊，他们要设计从核弹到常规武器啊，就一字排开，可以设计出好几百种武器来啊，要设计到可以设计好几百种武器，就不用新设计。川普总统手里的武器都多到拿不下了，就川普总统要干的话，他手上现有的武器都拿不下。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核弹级的武器，拿一个顶级的武器来，我讲给大家听一下啊，这非常简单，一点都不复杂。给中国一个最后通牒，告诉中国3天之内终止港版国安法。如果不终止港版国安法的话，就有2个后果。第一件事情，终止所有金融机构，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所有金融机构的美元结算资格，这第一条。第二条，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得与任何位于香港的金融机构进行往来，就这2条。会有什么后果啊？第一，港元联系汇率瞬间崩溃，这第一条。第二条，香港股市，香港所有的金融市场全部会停顿，立即停顿。第二条。第三条，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撤出香港，第四条，香港金融中心立即消失，就是这2条，这就是核弹级的。如果川普总统发出一个这样的最后通牒，3天时间，限他3天时间，要不我就签署行政命令，就做这2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抵抗。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开战？就是因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没有一个金融中心可以抵抗来自美国的打击，就是这么简单啊，一点都不复杂。川普总统手上从常规武器一直到我在刚才讲的这个核武器，一溜排下去，你要什么级别，各种强度的都有。他就是不想干，他不是没有，他是不想干，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为之前会有一些网友说啊，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呐，他又在下一个更大的棋啊，拜托，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下那么大的棋？没那么大的棋，我没看见那么大的棋，你看见有那么大的棋，我没看见有那么大的棋啊？为什么？你现在，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现在美国有2个问题，
美国我们只排两个问题，在美国总统面前，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内第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和 reopen，这第一个议题。国内问题，国内政治就第一个唯一的一个问题。国外的政治就是中国，除了这两个议题外，没有其他的议题，对吗？那你还下什么大棋？还有哪些大棋可以下？你说，除了这两个议题之外，你还有什么大棋可以下？你要去留各种各样的牌？美国总统手里的牌还不够多吗？好吧，好，我今天就早早的把这个讲完。我知道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网友会不同意我的意见啊，没问题啊，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但是有两条。第一条，你别说我不对，你说你的观点就好，不要说你不对，好吗？你说你不对的，我都不读。OK，我们讨论讲清楚，我没有说过别人不对，别人也别说我不对。OK，好吗？好，那我们就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有些网友你要听不下去，可以先撤了啊，先撤，好吧？那下面我们进入互动啊。好，明谢一下啊，Ben 超，谢谢 Mike 猪，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互动。观点转折点是夏威夷会谈，会谈后，川普除了指责中国病毒之外，基本上没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应该是达成某种默契。观点：如果拜登是出色的政治家，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打川普7寸，制造中共威胁话题，并做出对抗性的方案，并抨击川普勾兑，川普必败无疑。但现在看到的现象是，拜登也是这个德行，这不明白民主党、共和党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推出来。真希望卢比奥当美国总统。OK， 卢比奥行吗？不知道他其他的议题怎么样啊？情况，王老师，我前两天看到外媒新闻，欧盟已经开始施压 WHO，对不起，并可能和美国一起联合建新群或者推动 WHO 的改革。我真没看到这个新闻啊，我真的没看到啊。观点猜来猜去，其实川普不想给钱，他是老板擅长经营，其实都跟钱有关。不管是德国撤军，还是日本谈驻军，或者是朝鲜问题，都跟钱有关。收缩财政，美国优先是对的，就是大英帝国入不敷出、轰然中塌的原因。很多研究日不落帝国瓦解的书都说明这一点。但是美国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在川普手里得到任何改善，川普手里的财政赤字继续往天上跑啊！我疫情之前已经跑天上去了所以你说跟钱有关，川普花起钱来也没有少花，也一点也没少花钱，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大同意啊，不大同意。仅仅是钱的问题，不是的啊。川普是个商人，但他并不他并不缺钱啊，所以我不同意跟钱有关系。观点：川普的核心利益肯定是美国利益，但自由同样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其问题在于多大的代价。川普的利益当然是代表美国利益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他作为总统，他没有如果他没有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那他会被弹劾的啊。观点：川普的核心利益是他是不是连任，不是美国利益啊。那么川普如果不是他，川普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哈？川普有一个就是
这就是博尔顿啊，博尔顿讲的。我现在在看博尔顿那本书啊，我觉得博尔顿还是比较能够明白川普的这个想法的啊，就是说他还是说的比较准确的，就是川普把他的个人利益和他的所谓的个人利益其实是政治利益哈，不是钱哈，美国总统不可能贪污的啊。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利益啊，比如说他想当中连任啊，他会把这种想连任的这件事情和他的政务混在一起啊，这是博尔顿在书里面讲，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观点扭转了对华政策。2016年大选承诺，过去至少30年，美国总统对中国绥靖，正是川普总统。哎呀，这个话讲了10000遍，你们不觉得没意思吗？川普总统扭转过来啊，一直在讲嘛，我们一直讲了，这是一个前提嘛。如果川普总统连这个都没有做的话，他上不了我的节目。老实讲啊。观点：据我所知，川普的女婿和中国有非常深的商业联系，比如这次疫情，很多中国制造的防护用品，如口罩，都是通过川普女婿出口到美国的啊，真的吗？哇，这会被人查的吧？你说呢？观点：美元结算应该不能轻易使用，这套系统应该被认为归属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机构，否则美元结算公信力就会瓦解。美国没有随便用啊，谁说美国随便用了？美国没有随便用，难得一用嘛，对不对？但是该用还得用，否则要它干啥？观点：我认为川普迟迟不动是因为美国大选，没有人能够预测沉默的大多数选民对中美因为香港问题全面撕破脸的反应，那是你对政情不了解啊，了解的人就知道啊。提问：有种说法是中国对香港采取怀柔政策无效，所以现在采取强硬手段，请问你怎么看？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没有别的，不是怀柔无效，是它根本就2条：第一，治理无方啊；第二，企图龌龊，他有很龌龊的企图啊。那么其实香港人反抗的原因是在这里啊，就是说从这个送中条例开始，送中条例其实是已经翻脸了啊。在此之前，中共在香港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就是歧视，就是渗透、瓦解、推动，就是挖墙脚，挖一国两制的墙角。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推动这个政策，到了送中条例这个时候已经是翻脸，所以怀不怀柔，我没看到怀柔。怀柔是什么？怀柔是什么？你说怀柔是什么？对吗？怀柔，如果你要用怀柔政策的话，那还有一国两制吗？对吧？观点：如果美国没有动手的意愿，英联邦和印度怎么会对中国那么强硬？美国不过是等个时间点，等个什么时间点？你要讲出来啊！陈述观点一定要完整，好吧？你不要讲一半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最近中共对于美国疫情的疯狂攻击？新闻联播引用多张曲线图，说明美国疫情随着复工复产的再度爆发。中共引用的这些曲线图靠谱吗？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你觉得呢？观点：作为川普总统，侍卫是中共的傀儡，又误导世界，从而危害生命，为什么要拿钱给侍卫助纣为虐？观点：川普不出重手有2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华尔街的掣肘，二是他的家族与中共有商业联系，这个不能乱讲啊。这个我觉得第2条，我觉得如果川普总统家族和中共有商业联系，还用等你说？那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不会等到现在都不报的，所以我不相信是这个。观点：为什么要指望川普，指望美国人呢？什么意思？请问这个
这个不懂。提问，请问国内经济内循环后，人民币汇率会怎么走？人民币汇率不好说啊，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说过啊，人民银行搞了一个什么呢？搞了一个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操控工程啊。这个操控工程是有系统的减少外汇需求，其实不是减少需求，是减少供应，就是不卖汇，不售汇出去，不售汇呢，自然就少用汇，就减少了需求啊，控制需求，减少需求。那么令外汇市场的这个外汇需求降下来，让人民币的需求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这样呢能够让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这是人民币做了一个这样的系统，这个系统非常的有效啊。从今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还相对的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比较稳固。所以在人民银行的这种操控之下，我觉得人民币最近的这个汇率还是比较强势的啊，比较强势。但是啊，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么强势，其实是要付出代价啊，要付出代价。提问：袁先生猜测中共拟联合70国建人民币结算金融中心可行吗？有点明知故问的。联合70国，非洲呢？非洲30个，亚非拉70个国家，那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啊。如果把欧盟、日本、英国、美国还有什么国家，加上这几个国家排除在外的任何一个结算系统都没有意义啊，你说是吧？对吧？观点很多川粉强调，我们不要叫川粉，我们叫川普的支持者啊，好吗？强调美国总统应该优先考虑美国利益，我觉得没错。我想问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对中共软肉勾兑，不管香港是符合美国利益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搞清楚2点。第一点，现在中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么川普总统，你看川普总统去年开始，他描述中国是什么？描述中国是挑战啊。到了今年，他描述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威胁啊。挑战跟威胁是不一样的。挑战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超过我，这叫挑战。威胁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捅我一刀。这是2个不同。你去看一下美国新的这个对华方针啊，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已经改变了政策。改变什么政策？中国对美国来说，它已经是个威胁了。为什么美国要派2艘，把3艘航母派到西太平洋，其中2艘航母战斗群要在南中国海联合进行演习，就是因为他觉得受到了威胁。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川普的支持者一定要搞清楚，现在美国对外的政策当中，在美国对外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一件事情展开：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威胁美国。那你想一下，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遏制中国，防止中国的威胁，抵抗中国的威胁，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是帮助任何人。选择在香港和中国开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你只有在香港和美国开战，和中国开战，第一，你有绝对的优势；第二，你真的打得他非常痛。所以他不是说选择对中共软弱的问题，是怎么样保卫美国的问题，这是核心的问题。川普的支持者一定要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在香港议题上不做任何的回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点。第一点，美国的利益会受损；第二点，
美国在世界各国当中就会失去它的领导地位，就是这2条。你不要说啊，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领导地位，那你美元就没那么强势哦，那你那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多的好处哦。大家要想明白，美国的领导地位是有很多好处的，其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美元啊。你看看美国国会也好，美国总统也好，把美元用成什么样了？但是如果你失去这个地位，你就想一下，可能有一天会被取代的，这对美国的长远利益那是绝对的损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搞错了，对付中共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些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OK， 情况今天看到貌似有人为李克强洗地，把土肥圆，这谁呀？土肥圆是和李克强去贵州视察工作进行对比，采前者捧后土肥圆 OK， 都是恶心的作秀，难道还要分一下恶心的级别吗？疫情爆发期间，由于北京没有网络，特地打个专机飞到湖北，在湖北和武汉当地受灾人员进行视频视察会议。如今29个省份遭受的洪灾，结果李克强跑到第30个省贵州去视察，两者真是完美的避开了危险，还比谁更无耻吗？他们两个都完美的避开了29个省，他们两个都完美，就李克强跟习近平都完美的避开了有洪灾的29个省OK， 题目：王老师怎么看待川普收紧留学生政策？所有只上网课的学生都需要回国，此举是否会培养更多的小粉红？他还是做这个动作，还是针对选票的我觉得因为上网课成为衡量标准，这不是很可笑吗？你觉得呢？情况国安法后，开始在香港媒体、社交软件、文字言论自由上开始下手，我身边的朋友都开始感到危机，不知道今后会怎么发展。没什么会发展，看国内就好了。微博上发生的事情，微信上发生的事情，知乎上发生的事情所有论坛上发生的事情都会在香港发生一样的观点，我认为中美勾兑的停止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失速，没有经济实力去继续勾兑。还有一点就是美国人的觉醒，美国人能够真正的明白恶魔的罪恶。川普未出手，还是因为美国人还没有深刻的觉醒，不是美国人，跟美国人没有关系。美国人现在很清楚，美国人你去问美国人，民调已经很清楚的，美国人很清楚现在该干嘛。只有川普不知道现在该干嘛美国人都觉醒了，就一个人没觉醒提问：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看美国的民意，有什么方法可以向美国主流媒体、自媒体做工作？那我不觉得有什么。美国媒体很清楚该干什么呀？你看看美国媒体，你看看 Fox News、CBS 都在讲什么呀？观点89和现在我都在国外，比较一下8964和香港及疫情比较，整体美国民意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强力制裁的程度。这主要是疫情广泛的认识还是没有统一，香港的程度也还没到OK， 这是你的观察是吗 ？OK， 观点其实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美国人民并不关心香港问题。别忘了老布什打完第一次海湾战争却失掉了连任，所以目前连任的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那我问你，哪个国际新闻美国人关心过？你说一下。
美国人连欧洲新闻都不关心，连英国新闻也不关心，他会关心亚洲新闻吗？不会的。美国人总的来说是什么国际新闻都不关心，他们连国内新闻都不关心，他只关心2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他们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明星球赛啊，影星明星、体育明星、电影明星，他们关心这2个议题，其他议题他们都不太关心，他们不需要太关心。当然，你现在的这个电视里面轰炸一样的选举行情，也会关心一下选举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总的来说都不大关心，但是他们有概念吗？肯定是有概念的啊。你要像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很重要。美国总统可以影响这个进程，就是说，你比如说，美国总统今天又讲中国议题啊，美国总统明天又讲中国议题，他后天又讲中国议题，讲着讲着，美国民意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会调整的啊。总统他有这样的力量啊，有这样的力量来改变这件事情，或者影响这个事情。当然，你说本来朝这边突然早晨变成这边，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是可以做到的，但川普总统就有点难啊。川普总统是我见过和媒体关系最差的一个总统啊，所以那当然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认为是媒体很坏啊，媒体是很坏啊，但是也不完全赖媒体啊。如果所有的媒体都坏的话，那肯定这个人有问题啊。观点。当初限制伊朗的美元结算还要联合国背书，如果总统行政命令可以立马切断一切一国的美元结算，欧洲、日本和所有美元市场参与者肯定要开始自建备用的结算通道，那美元的信用就要崩溃了。食客只需要点菜催单，大厨要按食材一样样烧出来，这个我没明白。但是欧洲已经建了，欧洲已经建了它的结算系统，日本没有建过，欧洲已经建了，但是没建成啊，没有用啊。为什么？很简单，很简单，你看一下金融市场都是谁在那里在运作，就知道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讨论了，好吗？就我们如果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你只是想说你个观点，但是你和事实不符合啊。观点：香港问题对于川普来说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川普肯定只关心美国利益。能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吗？观点：虽然同意川普有勾兑，但是不同意王先生说的核炸。这种手段当然一夜之间摧毁香港。不同意核炸。什么叫不同意核炸？不同意核炸，我没有讲他要核炸。我只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核弹在这里啊，你没听清楚啊。观点：川普对中国的制裁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他本质上是一个不失政治伦理，也没有道义担当的三流富商啊，不能这样子说别人啊。之前对中国的施压，乃至对于过往中美关系进行颠覆性的目的，只是为了移除旧有的体制，换一批自己人去收割中美之间的巨大利益果实，妄图用库什纳替代基辛格罢了。从这点上，他和习没有什么不同。川普连任失败后，一定会舔着脸以终身执政的维尼之友面目穿梭于中美之间。好吧。观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正中中共下怀。中共就是要占领这些世界组织的阵地。观点：王先生常说美国高估 CCP 实力，低估 CCP 的决心，可不可以反过来说老美就是决心不够？所以即使实力超强，常常和中共斗争中落下风，一直犯错误，一直失败。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不仅仅是美国，西方国家差不多全是这样，
全是这样的毛病啊。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案？没什么解决方案，把美国的这些智库，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全部炒掉，就差不多就该有解决方案了啊。提问：面对纳粹的时候，欧洲也很长时间采取了绥靖政策，而美国是二战打到一半才参战，这是否是人类心理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面对张牙舞爪的邪恶时缺乏勇气对抗，当我们下了决心，已经赢取了头一半的胜利。也许吧，我没有想过这个中间的这种联系。也许，但是其实对美国来说，以美国的实力，张牙舞爪算什么？你说张牙舞爪算什么？我觉得张牙舞爪根本不算什么，你得有实力才行啊。这个美国的实力，张牙舞爪没用啊，是不是啊？是吗？大家都清楚啊，这个。观点：中共股市操纵一看就是跟犹太人学的，推高等韭菜上钩，然后报复性的割韭菜，谁让韭菜不消费？凭什么说是学犹太人的呀？啊，就是庄家都是这么干的嘛，是不是？观点：希望川普总统能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有实质对策，这些日子对他失望。同意王健先生对川普总统的分析。观点：中共在香港从来没有实施过怀柔，以前搞点绑架之类的小动作，效果没有达到预期，香港人民没有被吓倒，中共就不断的加码，最终不得不使用极端手段。中共在香港的政策基本上是彻底的失败啊！彻底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原因，我分析啊，这个可大家参考，也可以反对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处心积虑的还是要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共能够掌控的城市啊。这个一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变得不可收拾啊。就中共一开始他就不觉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件事情是他们庄严的承诺，而且必须承诺下去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我控制不了这个城市，我就不爽，我就要想办法控制它，所以他一直在挖墙脚啊。所以这件事情你挖墙脚，挖着，迟早这个墙会塌下来嘛，是吧？迟早的事情嘛，因为你没有去建设它，只是挖墙脚。所以中共在香港政治上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要维持香港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件事情，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共实在是水平太烂，就是从韩正开始，韩正是这港澳小组的组长啊，从韩正开始一路往下，就武大郎开店，一个比一个烂，就是从港澳办主任下来，一直到中联办主任，这一票全是饭桶，搞不清楚怎么做政治，根本搞不清楚一个平民社会的政府或者是你的高官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市民，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学都学不会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水平太差，就是这两个原因，没别的原因啊。就是一开始他就想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就不打算遵守的了啊，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结果，就是源自于这两个原因。情况：美国2次爆发不靠谱，因为数据显示每周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稳步下降，只有 CDC 公布的确诊人数2次爆发了，据说是加入了很多probably case， 这些 case 都是瞎猜的病例，咳嗽2声就算了。确诊病例造假是民主党通过 CDC 搞川普下台的手段，只是这种假数据被国内利用了，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因为涉及到医保难以造假，更符合真实情况。怎么又算到民主党的头上呢？民主党又没执政，他怎么通过 CDC 能搞川普呢？所以你们讲话一定要有事实好吗？ CDC 属于谁？
CDC 听谁的？听卫生部的呀。卫生部听谁的？听川普总统的呀。民主党怎么能够搞到 CDC 去呢？我不同意你，你其他的那些我同意，但是大家讲话一定要有事实依据，好吗？有点符合一点常识。CDC 那些人不听川普的，去听民主党的，怎么可能？拜托，好吗？我们不要讲这样没有依据的话，好吗？情况，听说美国不仅正式推出世卫，还考虑在美国境内禁用微信、抖音。微信作为华人主要联系方式，如果被禁，对中国人还是影响蛮大的。但是作为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确实也看到华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支付方式在海外通过人民币私下交易，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秩序啊！有这样的事情，确实遭人讨厌。王老师，美国会不会真的一刀切断微信、支付宝？第一个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秩序，这个我没看到啊，这是你夸大其词。有多少人在用这些啊？这是第一个，也没有违法，别人用这个也没有违法，怎么就影响当地秩序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在考虑禁用微信、抖音和其他的 APP。我认为，现在我看法，原来我看的我还挺相信的，我现在认为不可能，美国不会采取这个措施，川普不会同意的啊。为什么？这真的很痛的，这真的很痛的啊！你看看川普真正采取的措施有几样是让中共痛的？没有几样，就一样，关税。关税为了什么？为他要的那个中美贸易协议。除了这个以外，川普总统到上任到现在，我们现在讲哈，虽然川普的支持者一直在跟我讲啊，说这个川普总统是30年来美国总统对中国最强硬的，是的，除了关税以外，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区别啊。你们来反驳我啊，好吗？川普支持者，你们来反驳我，除了关税以外。川普总统有没有其他更强硬？除了嘴巴上说以外，有没有更强硬的政策出来？我看一下，说给我听一下。我们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讲事实，摆道理，好吗？摆事实，讲道理，行吗？观点：川普的目前所有政策都是围绕着连任。之前选举险胜，因为不受白人精英阶层待见。如今通过贸易战和香港制约中共，拿捏住华尔街，再加上中共持续购买农产品，他才不会在选举前出手解决问题呢。我觉得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败啊，他有可能败。为什么？这对民意太不把握了，民意真的是要让他出手啊！我不是从香港的角度，也不是从其他的角度啊，我们只讲选举啊，我们只说选举的话，如果川普不出手，他会败，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啊。川普一定要出手，而且一定要重出手，快出手，而且一定要在选举之前见效的出手。他如果在这一点没有做到的话，他一定会败。为什么？因为这是民意啊，美国民意，这是美国民意啊，你没有做出成效来，一定会败的啊。观点：我不明白川普为什么死死抓住那个贸易协定，完全是得不偿失。今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更高，这叫什么贸易战？实在是贻笑大方。川普总统还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执念，就是有执念嘛。就这个星座的人就是有执念。这个虽然我讲星座有点不大严肃哈，但的确是。你看习近平也执念啊，其实他习近平的执念是什么？初心啊，把红旗插遍全球啊，这是他的执念。他什么都不行，他非得干这个。川普总统执念是什么？美国农民的选票。那美国农民选票是什么？中美贸易协议。
就这个。其实他不明白，川普其实没明白，他不执行这中美贸易协议，那些农民的选票也是投给他的，那是他的铁票。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美国农民他那些铁票，是那中间那个摇摆的这些中间的摇摆的阶层，摇摆州啊，什么佛罗里达，什么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才是决定川普的前途啊。请王老师评价一下，伊朗针对川普及其团队发红色通缉令，会不会让川普不敢下重手？怎么可能？川普怎么会在乎伊朗？伊朗那只是做个政治秀吧，没有意义嘛，是吧？观点我不同意，支持川普的人以来美国的时间长短来说，别人不了解美国国情相反，很多老移民都不关心政治。现在支持川普的大多数华人并未来美国太久，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歧视。作为一个以美超过30多年的嫩人来说，王生对美国事务的判断及看法都蛮中肯的，特别是对川普的判断，我认同王生。王生太辛苦了，一天2个小时不容易，请放宽心态，不要急，你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是的，这个说的非常对啊，我不能让所有的人满意，我有我的判断啊，那么这个判断要么是东，要么是西，我不可能站在中间做判断，站在中间那不叫判断，那是选择题，提供选择让大家选择，那大家就不用听我说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理解我啊，我一定会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有可能错，也有可能对啊。那可能和大家的意见相左啊，没关系，你们就当做一个说法听一下。你觉得有道理呢，你就听；没道理你就 forget it， 不就行了嘛，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明白。我今天在这个推特上面啊，我跟一个网友是这么说的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谁呢？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谁的视频，我又忘记他的名字了啊。他说我很讨厌专家啊，所以一上来就说我是专家，然后其他人全部闭嘴了啊，就你们都全得听我的，因为我是专家。所以我认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谁说不重要，关键是说的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都是平等的表达意见啊，不管你是谁，就算川普来到这里，我们也要看他说什么啊，我不是看他是谁说的啊。我一直是秉持这个立场来做事情，大家可以看我的推特啊。我跟很多人吵架，原因是我根本不管他是谁。那些有些人很大名头的人，觉得好，这个连我你都反对，连你都反对，我管你是谁，我是不管你是谁，一样的，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啊。就是说，你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你就讲你的意见好了啊。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大家平等表达意见就好了啊。那关键对错不决定于你是谁。对错决定于你表达的是个什么样的观点，而你的观点是不是有事实的支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至少保证一点，我不能保证我的观点是对的，但我能保证一点，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有事实的支持啊，我有事实支撑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能保证，我不会仅告诉大家一个观点，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观点后面的事实支撑是什么。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要表达一个观点，你一定要有事实支撑，否则的话大家一听就过去了啊。观点很多川普支持者是一边看着微信了解美国新闻，一边说其他人不了解美国。OK， 这有点夸张吧？你说呢？提问：最近和身边的人发生了一些争执，可能我们每次在讨论一些国内事实的时候，我总是批评的观点。这次他终于忍不住了，抨击我什么事情只看到坏的一面，就看不到好的一面，总说共产党做得很差，看不到他做得很好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说我被严重的被西方思想洗脑了。我顿时开始反思，难道我真的被洗脑了吗？极端和片面了？
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王老师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好吗？谢谢。我们通常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通常有2个基本的态度啊。第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要有整个局势的把握啊，这个局势是一个怎样的局势啊？那么这个局势大体上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局势是不是稳定啊？然后这个局势对我的处境有什么影响？就是你要首先要有一个全局观，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要特别关注到那个发生变动的部分啊，因为发生变动的部分会改变目前的形势，所以呢，我们通常会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动。你比如说，这个城市正在正常运转啊，地铁在每天正常的发车，公共汽车你上班等等，餐厅开，你不需要管它，这正常，这个城市在正常运转。洪水来了，这是个变动的因素，你要关注这个。哎，突然一下停电了，你要关注这个。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通常首先要把握一个全局啊，这个全局是个什么？这个城市正在朝气蓬勃的向前发展，还是正在衰落，或经济越来越差，我的收入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整体的判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动。正在发生的，哎，开了一家新的餐厅，这是一个好的变动啊，所以，但是我们通常会更关注什么？会对我带来威胁的变动，这就是坏的新闻。就坏的事情尤其要关注，因为它可能对我产生威胁。这就是人类通常的一个我们叫对外界认知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的问题都是坏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威胁到我，这是正常的，全人类都是这样，没有人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说潜在默认的一个前提，地铁正常运行，公共汽车正常运行，学校正常开学，这是默认正常的，正常是应该的，必须的。如果连这些都不能正常的话，我就去另外一个城市，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我们会关注那些不好的事情，以防止它对我们产生威胁。所以这是正常的，人类都是这样的，好吗？我能解释到吗？啊，关显王先生说的真好，中共一直挖香港墙角而不建设，而原因是中共的基因里根本没有自由经济啊。中国的基因里面根本就没有不是奴隶的人，你全部都得做他的奴隶才行，否则的话就得消灭掉。观点：美元的地位是由其经济地位为根本基础，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基础产业空洞化、空心化，美国面临衰败冲击，尤其是道德的衰败。加重了美国普通阶层的分化和矛盾。你想说什么？道德的衰败，美国的道德衰败，美国道德怎么衰败了？美国面临衰败，面临什么衰败的冲击？我不理解。我没理解你的这段话的意思啊。观点：这次大选是烂苹果与烂香蕉，选谁看口味啊？好吧。观点：美国过去，哎呦，超时了啊！美国马上完了啊！美国过去一直以来在帮助中国，而今天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反对美国，我想美国感到寒心是当然的，连我都为美国不值。中国人如果真的向往民主，那自己拿出不自由你死的态度，然后再希望别人帮助。我们今天没有讨论这个议题，美国帮助中国的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议题，这个论点从何而来。观点：全世界对中共的港版国安法束手无策，让中共更加有恃无恐，除了远离中共，移民他国别无选择，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不抱任何希望。
就着这个话，我还是要跟香港的网友说一句：能走就走，行吗？能走就走，好不好？啊，说法。微信、支付宝影响金融秩序，比如日本华人开黑车都是通过微信、支付宝交易，扰乱出租车市场。另外，网购代购也用支付宝、微信，造成大量的逃税。开黑车不会被抓吗？你想一下，在一个大家要记住啊，中国人对法治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在西方国家，你撒谎，你做了一些违反的事情，其实你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的。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于平海。于平海当年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的时候，于平海大家知道是谁哈？就是从金庸手上接了什么？接了《明报》的那个人，叫于少帅，当年意气风发，后来又搞中天卫视，又搞现代日报，那在香港那是个媒体大亨啊。他后来整个媒体帝国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崩溃的原因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当年他在读多伦多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出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冒签信用卡。冒签信用卡，我印象中我记得不确切，应该是他当时身上没有钱了，他借他朋友的同学的信用卡去签，然后被人认出来，就说不是他，然后就报警。就留了个案底，但其实就没有事啊，因为那同学说我借的，就反正就这个事知道是个学生出了一个这样的事，但留了一个案底。这个案底被谁发现？被我的一个同事发现。我同事去加拿大玩，就他们同班同学说起来，哎，说于平海我同学啊，说当年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曾经还出了档子事儿，当这个谈资。我这同学是经济日报，你想一下，这很敏感啊。经济日报一听有案底，香港有一条上市条例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不可以有案底。去警察局一查，果然于平海的案底，马上就出来，新闻就出来了，于平海就马上就辞掉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职务。然后他的资金链就啪啪啪啪就断了。为什么？没人敢借钱给他，这叫背信啊！你想一下，那是几十年前的一件这么小的事情，让于平海整个媒体王国，他的资金链就断了。然后什么现代日报完蛋了，中天也完蛋了，最后他把明报卖掉了，最后卖掉他的整个的这个媒体梦，媒体帝国梦。就破灭，就源于几十年前的一个这么小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西方国家，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无所谓，跟你在中国生活是不一样，后果你都不知道有多大的代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啊，所以不要说开黑车啊，开黑车你要说我没逮到，这种侥幸心理千万不要有。好，明谢一下，Lancelot 张谢谢。昨晚看了2015年拍摄的香港电影《10年》，完美预言了今天的香港。看了很压抑，但引发更多的思考，推荐一下。程徐谢谢。以川普的美国优先思想，他只想要中共的采购。如果推翻中共，建一个民主现代民主国家。美国面对的是一个10倍日本、20倍韩国、50倍台湾、50倍台湾规模的强大国家，他可能出于私利，希望中国在中共统治下一直这么腐朽下去。这个想法也很极端啊。CHN 谢谢，贺霞谢谢 ，Patrick 长谢谢，阿玉 M 谢谢。最近很忙，终于赶上直播，请王老师一杯咖啡。恭喜王老师订阅超过20万。谢谢你 JDP 谢谢。观点：1. 向国内翻墙的网友致敬，
不管你们的观点如何，对于独立思考的追求是最难能可贵的，非常正确。二，川总到底是个商人，是有点见钱就拖不动腿，迈不动腿啊。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是进了兜里的钱，不能再给回去，视为是掏钱无收益的买卖，自然不能做。关于香港，他有可能在计算如何减少损失。OK，Renee Mac，谢谢 Charles Kong， 谢谢赞。可以去读一本关于二战前绥靖政策的书，希特勒的绥靖时代，张伯伦、丘吉尔和通往战争之路啊。姥姥王，谢谢你我各具天涯海角，我们可以不同，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不较量啊。这个好，这个话说得好。我听到了啊，我听到了。Jack Han， 谢谢。玉鑫，谢谢。情况，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川普女婿私下跟中国在生意上的情况属实。在美国疫情爆发后，其女婿来到中国，下了一个相当于中国2个月产能以上的防御物资订单。由于订单太大，国内只满足了部分需求。Y Christy 周，谢谢。贝拉瑞，谢谢。姥姥王，谢谢。JJZ， 谢谢。王先生太累了，需要 vacation， 谢谢。FP Zone， 谢谢。延期啊，后面我不会读。王先生，您的执着认真，每天2次直播让我感动，支持你，谢谢。Soji Okita， 谢谢。希望王老师能给自己放个假，不要太辛苦。祝王老师全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利。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我是脸色不好吗？我今天是上午是有一点那个色温调的不大对，脸色发黄。回归线，谢谢。敬佩王先生尊重事实的新闻精神。王先生的报道讲究证据和逻辑，并而非像大部分自媒体那样单纯的站在立场迎合观众啊。阮光能，谢谢啊。曹佩吉，谢谢。每天追老师的节目已经成习惯了，谢谢王老师，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么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啊，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也有君子和而不同啊，我希望我们都是君子啊。我们就是因为不同，所以我们才在一起啊。如果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一起的价值就没那么大啊。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也会继续努力，我也会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啊，来投入我的工作。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